第1061章传承秘法。听得唐振此话，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，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，对着前者郑重的一抱拳，道：多谢唐谷主了。唐振摆了摆手，道：这全靠了你自己的本事而已，老夫此次倒是所助甚小。此次的10回合考验，几乎完全便是凭借着萧炎的自己能力度过，说实在的，他还真是没有帮到什么。唐谷主客气了，若非您的缘故，恐怕连这考验都是不会存在。萧炎一笑，对于唐振，他倒是感觉不错，此人一身实力深不可测，但却并没有半点斗尊强者所拥有的孤傲，比起风雷阁的雷尊者，简直就能算作是平易近人。唐振笑笑，也不与萧炎在这上面争辩，偏过头，目光望向大殿之前的二长老，淡淡的道：二长老，如今考验萧炎也算是顺利通过，此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闻言，二长老却是苦笑了一声，旋即叹息着点了点头，道：既然萧炎按照约定通过了考验，那么老夫自然是不会再多说什么，一切便依谷主的意思吧。见到这二长老并未再说什么，唐振脸色也是略缓，视线看了周围一眼，道：都散去吧。听得唐振此话，那围在周围众多的焚炎谷弟子顿时连忙躬声应道，然后收回那些投射在萧炎身上的奇异目光，彼此低声交谈着，缓缓退开。隐隐间，那一道道惊叹的声音依旧是隔着老远的传了过来，显然今日萧炎的表现令得他们有些大吃一惊。吴尘站在一片狼藉的空地上，脸色有些阴晴不定，半晌后只能不甘的一甩衣袖，狠狠地盯了萧炎一眼，终于是不再多嘴掺和此事。见到没人再反对，唐振目光转向萧炎，笑道：跟我来吧。话音一落，他便是转身率先对着谷中深处行去，唐火快步跟上，其后萧炎迟疑了一下，也是连忙跟来。天火三玄便是焚炎谷顶尖秘法，所以一般都存放在谷中的斗技阁之中。唐火与萧炎跟在唐振身后，前者低声跟萧炎微笑道。萧炎冲着唐火笑着点了点头。嘿，萧炎，你刚才的那种火莲是什么级别的斗技啊？为什么威力会这般恐怖？见到萧炎并不想多说，唐火却是有些耐不住性子，磨蹭了一会后，终于是低声问道。在唐火这话问出时，那行走在前方的唐振脚步也是突然略微变缓了一点。萧炎笑笑，只是轻描淡写的道：那火莲是我使用异火凝成的而已，所以威力不弱，但这东西消耗也是极大。佛怒火莲是萧炎的底牌，当年他在凭借着一时的热血冲脑，凭借着几分运气将这佛怒火莲制造而出，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完善，佛怒火莲的威力无疑是越来越强，而且他所取得的效果也是萧炎所习的其他斗技难以赶上的。因此对于他，萧炎并不想对外人过多的说什么，即便他对唐火以及唐振都是有些好感，但佛怒火莲关系太大，所以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便是将之告知二人。对于萧炎的这般回答，唐火虽然有些不太满意，但他毕竟也不傻，当下也就不再多问，娇笑一声后便是将话题转移而开。在一路与唐火的聊天间，脚下的碎石路也是变得短暂了许多，待得萧炎察觉前面的唐振突然停下脚步后，方才抬起头。此刻在这条碎石小路的尽头处，有着一幢遮眼间葱郁树林之中的建筑物，隐隐间在那建筑物之上有着斗技阁3个大字。这里便是我焚炎谷的斗技阁了，寻常时候这里是禁止人进去的。唐火在萧炎身旁道。萧炎微微点头，目光不着痕迹的在周围那些树林中扫过，他能够隐隐感觉到这里有着隐匿的气息存在，显然应该是斗技阁的护卫吧。跟我来吧，天火三玄变是我焚炎谷的顶尖秘法，所以只能在这里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传承。唐振对着萧炎挥了挥手，然后走进那幢巨大的楼阁，萧炎急忙跟上。在3人脚步停在斗技阁之前时，立刻有着3道身影从楼阁之顶掠下，然后化为3名红袍老者，然后对着唐振躬身行礼。3位长老，请将斗技阁打开吧。唐振挥了挥手，淡淡的道。闻言，那3名浑身皆是弥漫着磅礴气息的3名长老，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，
然后点头应是，手中同时结出道道玄意印结，一道道火红光芒从三人手中掠出，然后射在楼阁那紧闭的大门之上。随着这些红芒的射中，那大门表面上顿时泛起一阵阵剧烈的涟漪波动，旋即大门方才在一阵嘎吱之声中缓缓打开。见到大门打开，唐振率先迈动步伐，行入其中，萧炎二人迅速跟上。一进入大门，光线便是变得暗淡了许多，入眼内是一排排整齐的高柜，木架之上摆满着一卷卷颜色不同的卷轴。不过唐振并未在这里过多停留，直接是对着楼上行去。这座楼阁总共有着3层，而萧炎三人则是一直在走到第3层后方才停下身来。斗技阁的第3层面积并不大，一眼看去显得颇为空旷，在这层的4角处有着浓郁的光芒笼罩，在那些光芒之外，空间都是有着扭曲的感觉，显然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加筑了特殊的防护。这里的东西不要乱碰，不然会有一些麻烦。唐振对着萧炎提醒了一句，然后走向这一层的中间地带，那里有着一团红光萦绕，他食指在其上迅速点动，红芒逐渐消散，最后露出一个脑袋大小的红色水晶球。水晶球悬浮在半空，整体通红，一眼望去，只见得水晶之内似乎充斥着无数玄异的符文一般，看上去极为的神奇。这是我焚炎谷的传承水晶，其中不仅有着最为完整的天火三玄变修炼之法，并且还有着焚炎谷历代先辈对这一功法的一些改进以及经验。唐振淡淡的笑道。闻言，萧炎眼中瞬间涌上一股炽热，这可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原本他还以为唐振只是会给他一卷天火三玄变的完整卷轴而已，然而却是未曾料到他居然会让自己来接受这种秘法传承。如此一来，不仅能够让他以最快的速度领悟完整版本的天火三玄变，而且有了那些焚炎谷历代先辈的经验，说不定日后他还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，令得这天火三玄变越加的强悍。多谢。深吸了一口气，萧炎对着唐振郑重的抱拳道：你救了火儿一命，这也算是老夫的一点报酬吧，毕竟老夫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唐振摆了摆手道：好了，将你的灵魂融入其中，便是能够获得最为完整的天火三玄变的传承。不过由于这里是我焚炎谷的禁地，所以老夫也会一直守在这里。对于这一点，萧炎倒是没有什么异议。斗技阁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地方，唐振能够让他进入这里，已经算是莫大的恩惠了。缓步上前，萧炎轻吐了一口气，双手轻轻地放在那火红的水晶球之上，然后眼眸逐渐闭上，而其灵魂力量也是顺着手掌涌出，然后传进那水晶球之中。灵魂力量刚刚进入水晶球之内，萧炎的身体便是猛然一颤，脑袋中也是传来一道轰隆隆的炸响，庞大的信息流犹如潮水一般，源源不断地对着萧炎脑袋之中涌去。这股信息之庞大，即便是以萧炎的能力，都是有些感到头晕眼花。然而在萧炎闭目间，他却是未曾发现，在他灵魂力量涌入水晶球的那一刹，那水晶球内顿时爆发出一股极为璀璨的赤红之色，那股光芒之强，令得这整座斗技阁都是隐隐间散发出火红光芒。在萧炎身旁，唐振与唐火儿也是因为这等变化而变得目瞪口呆起来，片刻后对视了一眼，皆是吸了一口凉气。这所谓的传承水晶球，在传承秘法时也是有着一种测验的效果，若是修炼此秘法天赋高者，便是能够令得水晶球散发出光芒。当初唐火儿也曾经引起过这般变化，但与此刻萧炎所引起的光芒相比，却是宛如萤火与皓月之间的差距。难怪。唐火儿在震惊了片刻后，突然自语喃喃道，他这才想起为何萧炎会说他觉得天火三玄变极其的适合他。当时他还以为只是对方随意一说，但如今一看，这天火三玄变还真是像为这个家伙量身打造的一般。唐振眼中的震惊之色也是逐渐的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遗憾之色。唉，此子若是我焚炎谷弟子，我焚炎谷恐怕又将会出现一位如当年焚炎老祖般的惊天人物。